“15計劃”講專章講台灣呢，是因為它內外交困。因為內外交困，他實在是無路可走，想來想去，最後呢還是打台灣同胞的主意。那問題就是看我們政府想不想得通，然後看我們這些一般的台商想不想得通，然後政府跟台商是不是能夠密切合作，能夠有效的回應中共這種統戰作為。否則，坦白說，以有些商人眼光比較短淺的，然後沒有這種國安意識的，他追逐短期利益的話，他還真可能會做些糊塗事出來。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國城。大家都知道最近在北京剛剛召開過這個兩會。那這次的兩會呢，照這個中共的政治日程呢，會提交政府工作報告，然後呢也會有這個“15+5”這個中共強調這是所謂開局之年吶。那這次的“15+5”的草案裡面呢，這個安排包含了專門論述兩岸關係的章節。這個在過去來講呢，有像“15+5”這樣子的這個官樣文章呢，是很少特別提到兩岸關係的。但這次呢，特別把它加進去了。這種安排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又會有什麼樣的可能的影響？我想這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所以呢，今天還是特別請國際政治專家、兩岸問題的最權威，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來給我們解析這個“15+5”裡面的兩岸部分。老師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的，謝謝老師。那我想呢，這個“15+5”照理說呢，這個已經15個5年計劃了嘛，那對他們來講，這應該是一個。說是例行公事也好，但也中間也會有一些跟過往不同的地方。那至少呢是2026到2030年的這個國家發展的藍圖了哈。那麼這個對台呢，這次呢放在第60章標題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聽起來以前也說過這個話了，但是不管如何呢，他把它拿出來了。那我想請教老師說，這中間呢有沒有什麼值得我們注意的重點？當然還是有了，因為就像你說的，這種官樣文章呢，過去比較少說這樣專章來談兩岸問題。是，它通常是在這個全文裡面，然後到很後面談到港澳台的部分呢，然後來談一下什麼等等。而且對不起，那個還大部分在政府工作報告裡面出現的。你說在這5年計劃裡面專門談這個呢，還比較少見。所以我認為背後是有點考量的。是，我們當然來談這個部分。那你提到這個專章呢，大體上差不多500多字了，就分成2節，那麼也就是2個重點，所以我們來分別看一下呢，這2個重點到底是什麼。第一個他講說推動兩岸的經濟合作，那你仔細看一下呢，裡面大概是3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打造共同市場，是。第二個重點是這個建設呢這個平台，就兩岸交流平台跟兩岸合作平台。第3呢，對台商的這些產業發展呢，提供金融支持。所以這三個第一個大塊裡面3個比較大的重點。那怎麼叫打造共同市場呢？就是要引導台胞跟台企融入大陸的發展新格局，加強產業合作。換句話說，強化對台灣的經濟統戰或經貿統戰。那這背後當然有原因，我們等會再說。第二呢，為了聚焦做這件事情呢，他特別點名的時候要把福建呢打造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這個示範區，推動什麼像平潭啦、昆山啦、東莞啦這些台商重點聚居的地方呢，當做這個特別這個推動轉型升級的區域。那這些坦白說算是比較具體的。是，我覺得第3個更加具體。你不是要說要這個台商要加強合作，要融入什麼等等嗎？那萬一有些台商他很有意願，然後有這技術，但錢不夠怎麼辦呢？我提供金融支持。這個還真的很奇怪。他說鼓勵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在大陸上市。這個真的是很厲害啊。這是我們講 IPO 嘛，是吧？那也就是說，我合法容許台商到大陸上市股票呢來圈錢。看起來是說，他錢讓我們賺，其實是借着賺錢機會呢，把台商拉過去。所以它裡面這個設想真的，台商有資格的比比皆是。他們說，台灣呢，這個不要說別的，光是半導體呢，就是世界這首強。
你說他怎麼會沒有資格？當然有資格，這是他們看重的地方。所以我這第一塊，我覺得說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呢，其實是一個變相的經濟統戰跟經濟吸納的一個方式。這第一個。第二塊呢，就是深化兩岸交流，同樣是3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叫同等待遇。什麼叫同等待遇呢？就台胞在大陸上，不管是學習了、工作、生活等等，我都給你同等待遇，也就是不給你差別待遇。我早年去大陸的時候呢，去動物園看貓熊，當地人好像是2毛錢，我好像是2塊錢、1塊錢，也就是5到10倍。心裡當然很不舒服，你不是說同胞嗎？就現在收費你有2種收費，現在呢，他當然已經陸續在拉平，現在說恐怕要拉得更平。第二呢，他搞文化認同，他要認同中華文化，這個話說的就有趣了。這個我在大陸看了半天，我只看見共產文化，我沒有看見真正的中華文化。你從地下挖點東西，你用中國字就叫中華文化，不見得，不見得。日本人也用很多這些漢字，有什麼？他敢說中華文化嗎？當然不敢這樣說呀。所以中國這東西也是統戰用的，那到底實質內涵呢？將來我們再看。但是我覺得這部分最讓我注意一點，就是他特別着重在這個針對青年，就台灣青年人，他說要持續擴大基層往來，特別為台灣青年提供追夢、逐夢跟圓夢的條件。是了，講起來很好，我就常講說中共作文比賽冠軍，那你們的青年失業率為什麼這麼高呢？你為什麼不先解決自己問題呢？所有這東西，我覺得背後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圖謀在那裡。那反正介紹這我先談到這裡，圖謀的部分我慢慢說呢，就比較清楚了。是，我想呢，這個中共的這個實務裡面講到這個對台工作呢，這些未來的這些安排，看起來都是蠻好聽的了啊，這個。但是實際上啊，譬如他講中華文化，實際上我們都知道，在大陸啊，中華文化的這種過去破壞的程度，其實比台灣要徹底的多。那現在這個來談這個，當然在台灣，我們都覺得似乎是不是先對自己內部呢，先把這個中華文化裡面比較好的地方把它提煉出來。又講這青年，這個像剛才老師提到的，這個大陸上青年失業率非常嚴重啊。哦，這個在整個政府工作報告的前面也提到，這個經濟方面，其實他們自己也把這個經濟成長率也下修了嘛，啊，所以代表他自己也不怎麼看好。那現在說你要讓台灣的青年去這個追夢、逐夢、圓夢，好像看起來是蠻有意思的，這怎麼做得到呢？啊，不管怎麼樣呢，我想，這個我們還是進一步的來往下看，還是請老師給我們解析一下，就是說。除了這些看起來不錯的這些說辭之外呢，有沒有什麼還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地方？還是有的哈。因為你從他整個行文啊、語氣啊，跟他推一些東西來說呢，那還是有一些我們真的要注意的。第一個就是語氣的變化，他們當然講說什麼講一中政策啦，講9·2共識啦，然後講說這個反台獨等等。但是在講反台獨部分呢，我們特別注意到他的語氣呢變重了。過去堅決反對台獨，現在叫做堅決打擊台獨。是，我們不是講說他想要誘騙川普去講說從不支持台獨走到這個反對台獨嗎？我們說這兩個差別就是一個只是立場啊，一個可能有動作。他現在就是把這個動作，中國的用詞的部分呢，把動作再強化了。從反對呢到打擊，反對就我不贊成，打擊就是我可能主動出手幹什麼。市場也有過了，最近這幾年他不是陸續公布什麼護惡不全的，說什麼頑固的什麼台獨名單嗎？不是列了一大堆嗎？就是說要這個禁止這個，然後要制裁那個的等等。所以將來這個方面呢，可能還會再多做，那甚至還會有新的花樣出來。這第一個。第二呢，他去搞了一個，去年我們就看到搞了台灣光復紀念日，然後把它這個用法律的形式呢，把它這個固定下來了。這個東西就是讓他在國際敘事上呢有更好的一種說法罷了。他一再強調說，台灣地位是當初2戰結束之後，然後就交還給中國了。對，當時交還給中國了，當時交還是中華民國。就這麼簡單。現在中國想剽竊這東西呢，所以特別要強化這方面敘事去玩這東西。這東西，我不曉得有多大作用，但至少在國際上呢，它就是多一種，怎麼說呢？
多一個論點吧，大概就是這樣子了。但對台灣能產生什麼效果，我們還不知道。當然，他們去年借着機會又辦了什麼閱兵啊，什麼這個的那個的那個是一些他們說比較是噱頭的事情。這第二點，第三點呢，他們說對於這個台灣方面呢，他把兩岸關係的主動權跟那個主導權呢，要牢牢抓在手上。其實他過去也不是沒有講過類似的話，那現在為什麼這樣講呢？我覺得他的一個大的擔憂啊，就是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拉近了，台灣跟美國的關係拉近了，台灣跟日本跟美國的三角關係拉近了，所以他覺得說這事情恐怕很麻煩，所以特別強調主導權就是不是由美國跟日本來主導，由我中國來主導，那主動就是我要多出招。所以換句話說，他們現在感覺到，就是台灣的問題呢，似乎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離他們遠去，然後越來越國際化。所以他們想做點事情啊。這我再說一下，能做什麼我們不知道，但現在他們想做的是。那最後就講說鼓勵台企上市這個問題呢，我覺得這個東西還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一下。我猜有些台企真的會去做這個事情。然後他們說還希望鼓勵呢，讓台灣企業呢參與"一帶一路"，因為現在我們知道，等一下看我們有沒有時間去細講一下。美國川普最近不是有多個動作嗎？那邊抓了這個委內瑞拉馬杜羅，然後這邊打了伊朗，然後又準備這個友誼的或友善的接收古巴，然後巴拿馬也轉向了。在中共看起來，就是他的很多外交方面努力呢，特別是"一帶一路"方面努力呢，被川普一個個拔掉跟剪掉，所以他現在想要強化這東西呢，但是他自己的經濟實力呢，可能開始不夠了，所以他把台商拉進來，所以一方面就是說讓台商來這邊，台灣或台灣企業來上市，另外一方面鼓勵台商參加"一帶一路"，也就是用這些表面上經濟力呢來綁住跟吸納台灣的這個資金、技術跟人才，甚至商家。所以這些應該說是比較新的動向，這些還真的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一些問題。是，所以我想呢，這個剛才老師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這個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跟主動權。所以這個在台灣很多人幫中共講話，就常講你台灣不要挑釁，以免影響兩岸關係。但實際上照他們的主子的講法，這個兩岸關係主導權是掌握在北京手裡啊。那台灣要怎麼挑釁？實際上，這個兩岸關係主導權，其實大家看到，不管主客觀因素，北京的這個能動性還是大得多嘛。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所以再怎麼樣，我相信未來呢，我們還是密切觀察這個習近平的這個動向。那第二個講"一帶一路"，那這個是習近平上來之後這個最宏大的一個這個敘事也好，政策也好。那現在看來，顯然有些地方是碰到一些困難，不過他們也會說，你海上現在石油被封鎖了，代表了這個習總書記當時說我要從陸地上通往這個俄羅斯通往歐洲這些弄油管弄這個中歐班列是多麼的偉大、光榮、正確，所以這個說法還是存在的。那所以進一步的問題就是說呢，這個他現在對台的這些新的政策的安排跟他現在碰到的國際環境碰到的經濟問題。這些貿易戰有沒有一定的關聯呢？我覺得關聯非常大，因為我們曉得就是中共過去的經濟發展呢，對外貿的依賴是比較高的。是那尤其這些年來呢，他特別這個強化出口嘛，然後賺了比較多的錢。那對外貿依賴比較高，你要詳細分的話，他对美國依賴更高。是，但現在有個問題就是，川普在第一任呢就打了關稅戰，第二任的關稅戰打得更重。所以對中共的這出口呢，對外貿的打擊是非常重的。那麼也就是說，一個對於在經濟發展上面，對於外貿呢依賴度這麼高的一個國家，現在在這個問題上面被打得很痛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非同小可。所以他必須想辦法，就是要麼就繞開，要麼躲開。要反擊，坦白說不太容易。當然，他用稀土用什麼東西，算是能夠有一點點反擊力量，但他自己知道那個東西是有限的。而且稀土這個牌你能打幾年呢？是，如果說大家現在有新的辦法開發稀土更便宜，然後又不污染的話，大家就去幹了。這東西不是不可能的。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我們曉得說稀土有的地方是可回收的。是，你從舊的手機、電腦、平板裡面你可以回收的。現在看起來可能技術不完全到位，那可能資金比較高。
你要再弄個幾年的話，那說不定我就突破了，這個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對他來說呢，他必須未雨綢繆吧，必須要做一些這樣的準備。那現在川普對付了巴拿馬，對付委內瑞拉，對付伊朗呢，這些事情都打痛了中共。我覺得目前打最重的恐怕是伊朗，因為伊朗一直是他一個“一帶一路”的節點。然後怎麼說呢？我當然不能說它是完全是一個什麼哪邊的門戶，但你如果說你把伊朗地圖拿來看一下，它往東邊走呢，就是中亞五國，再過去就新疆了；往南邊走呢，就稍微南一點，往那個巴基斯坦方向走呢，往南邊一點點，哎，就進到南亞次大陸，就进到南亞了。它往北邊走呢，就是原來的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就蘇聯的一部分，就接壤這個俄羅斯了。往西邊走呢，就過土耳其呢，然後就進到這個歐洲去了。所以对中共來說，一帶一路你要走到這些地方去呢，伊朗真的是一個位置非常關鍵的一個他們叫戰略節點，這話是沒有錯的。當然，我們談伊朗跟中共關係呢，首先注意到就是石油，這我們過去提過。中共從伊朗買的石油是非常便宜的石油，因為伊朗被制裁嘛。他別的地方賣不出去，現在賣給中共，所以中共買了多年的便宜的伊朗油。那現在恐怕這個要斷炊了，雖然還沒有完全斷，但恐怕受了很大打擊。那這個將來有斷炊的危險，這個就影響到15%。然後剛剛講的委內瑞拉呢，影響到5%，加起來就20%。換句話說，中共長期以來20%的石油呢，可能會遭逢很大危險。而這20%石油是非常便宜的20%，是，所以將來就算買得到的話呢，價格會高很多。斷供的可能性當然現在還沒有那麼嚴重，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為什麼呢？如果伊朗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美國跟以色列這樣打呢，未必短期之內能夠真的打出什麼結果出來。如果這場戰爭拖長的話，就像伊朗所說的，我不讓一滴石油走出荷姆茲海峽，然後必要說我要摧毀全球經濟，他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話，那這個對中共打擊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海峽不要說別的，如果荷姆茲海峽長期被封鎖，對中共影響非常大，當然對各國影響都很大，但對中國影響呢也是特別大的。所以他當然。這場戰爭當然現在大家說啊，這個有新聞說啊，這個伊朗說我的船可以通過荷姆茲海峽，中國船也可以通過荷姆茲海峽，但是你真的有這把握將來一定不出問題嗎？將來一下翻臉的時候，那事情可能未必這樣了。而且你跟伊朗認為你跟我簽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我在這麼困難情況下，你給我幫助呢沒有完全到位。即便你有幫助不到位，你手鼠兩端的時候，那我也就不客氣了。所以對中國來說，這個威脅是很大的。所以剛剛講說，伊朗幾乎是中共這個“一帶一路”呢往西邊走了一個關鍵一個樞紐。那你這地方如果出紕漏的話，對它影響就非常大。所以我想這樣看了，而且最近我看到大陸那些裡面一些評論啊，一些分析呢。他們講的最重的話呢，大概是什麼呢？他說我們跟伊朗簽了25年的這個全面合作的這個協議，然後最近的協議剛剛簽完了，然後就這個伊朗就被打了，所以他們就想說後面是不是有貓膩？這是我幾天前看到的，後來這部分就沒有再追蹤下去。而且後來我看到另外一個報道，跟這個這當然都還沒完全核實。但跟這個你說脈絡上呢是相連的，什麼問題呢？伊朗不是要做核武器嗎？是對不對？然後伊朗不是自己有濃縮鈾嗎？他自己的產業，然後自己有濃縮鈾，他現在他號稱已經做了60%了。是，他說不要多久，我再多一點時間，我就可以到達90%甚至更高的武器級的濃縮鈾，我就可以做出10枚到11枚的核彈出來，我就可以用了。你做出核彈跟你能丟，還是兩件事情了。你做出核彈子丟出去，它不炸了，那也沒有用了。那你在實驗室裡面炸，那是可以的。所以現在說，哎，你才簽了這個中共跟伊朗之間的協議，然後就被打，
所以一個說法說，美國跟以色列是不是拿到情報了？聽說中共要對伊朗提供呢有關濃縮鈾的科技，然後半成品，甚至核彈的半成品或者關鍵零部件。我再說一次啊，這個消息沒有最後核實，但是呢，我們的確看到相關的訊息，所以有沒有關聯我們不曉得。但是不管怎麼樣說呢，伊朗這樣被打呢，或者說美國這些作為，你不管是對巴拿馬也好啦，對這個委內瑞拉也好啦，現在對伊朗也好呢，這些事情對中國來說呢都是很大打擊，因為他看見是一個剪裙邊的動作。是。更不要說你說川普，你上一任上來，你打了關稅戰，我覺得我沒有打輸，現在我準備好了，然後你來打我，看起來第一階段跟你可以打成平手，但坦白說，他沒有把握再打下去會怎麼樣子的，因為畢竟呢，我們曉得中共對這貿易對美國、伊朗對美國的依賴度呢是非常高的。當然有人說啊，怎麼會呢？你看，美國跟他打了貿易戰，然後這個把關稅調高之後呢，他把市場都轉到什麼歐洲啦，轉到非洲啦，轉到這個拉丁美洲，轉到這東南亞，結果他的出超呢還創了這個歷史新高，還到了什麼1.2兆或1.1兆啊什麼等等，所以這個美國根本沒有影響，那你記得跟美國這個重建關係幹什麼？簡單說就是你曉得美國的市場是不可取代的，因為你現在賣到這些地方去，這是短期效應。為什麼短期效應呢？第一呢，你急着出貨，所以出去了，錢有沒有回來呢？另外一件事情啊，你先說的貿易額只是我出了貨而已啊，那你的錢要賣掉東西，錢要回來，那才算是真的這個我們叫落袋為安嘛。那你現在還沒有啊，這第一個。第二就是你這樣子傾銷，大家都看見了，現在大家不是開始進行調查了嗎？然後你說美國小院高牆。歐洲現在準備搞這個關稅壁壘呢，準備要抵抗你的這些東西。然後雖然說我德國什麼這些國家先後去訪問了中國大陸，但他們對於中國大陸這個經貿政策跟這種傾銷政策是很警惕的，非常警惕的。你少了歐洲的市場，你去了一大半了，你拉丁美洲跟非洲補不回來，東南亞補不回來的這個東西，美國那塊你也補不回來，歐洲你也補不回來，那你怎麼辦？所以，我們現在不是把話題扯遠，我們在說什麼呢？我們說中國發現我在各地方碰壁的時候，最後剩下什麼地方我能夠挖的？台灣了嘛？是剩下台灣了嘛？這就過去我在講，我說中共在沒有錢的時候，或出紕漏，或哪邊出什麼問題的時候，最後想到一定是台灣。所以什麼惠台25條了，惠台16條什麼東西，簡單說句啊，騙台灣錢過去。為什麼？因為我別的地方拿不到錢了。所以前面講的，你說啊，加強交流，然後這個兩岸經濟合作什麼等等，又推什麼統一大市場，所有東西就是想把台灣這塊肥肉呢吞進肚子裡面來，因為台灣這塊肉實在是太肥，實在太好了。不要說經濟實力有多強，你台灣的這些半導體產業，只要拿出一點點力量到大陸上去，那大陸就已經可以騰飛。他已經看見這東西了，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在想的就是這玩意兒。那問題就是看我們政府想不想得通，然後看我們這些一般的台商想不想得通，然後政府跟台商是不是能夠密切合作，能夠有效的回應中國這種統戰作為。否則坦白說，以有些商人眼光比較短淺的，然後沒有這種國安意識的，他追逐短期利益的話，他還真可能會做出糊塗事出來。是，我想這個中共呢，其實他也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啊，所以在這個時候呢，剛好這個委內瑞拉被抓了總統，然後伊朗也挨揍了。那當然，這個之後的這個伊朗的戰事怎麼發展，我們目前還不好預料。不過總的來看呢，就是這個對他來講啊，這個石油的這個價格啊，我前幾天查了一個這個上海的油價也是大漲啊。對，那以他現在這個國內的經濟的狀況來講的話，這個油價大漲肯定對他是很傷的。他吃不消的。對，那這跟其他國家相比，這個老實說，他的那個內傷啊不會更輕。然後呢，第二個呢，就是他的整個國際關係啊。我前幾天呢碰到一個伊朗的朋友，他是在台灣的伊朗人。哦。那我就問他說，這個國際間都說這伊朗跟中國關係非常密切。他說，
實際上是因為伊朗的這個神權政治。今天我們當然不談這個伊朗，但是他說，老實說，在國際間呢，真的是只有中國是這個伊朗當前的領導人呢最依賴的朋友了。因為呢，歐洲、美國這不要談，那你說這個連這個中東伊斯蘭國家對伊朗都是很感冒的啊，特別是這次飛彈猛打啊，沙烏地也打了，阿聯酋也打了，大家都打了，所以巴林也打了，巴林也打了。這些國家以前是不想跟伊朗撕破臉，但戒心是非常強。現在打了之後都撕破臉了。那換句話說呢，他更加的這個必須要警報這個中國，所以他將來如果挨揍的很慘了，那中國在這個地方的這個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節點，就等於是受到打擊了，廢了，基本廢了，这受到打擊了，那就可能就是像老師說的，就廢了。那我想呢，這一點習近平當然也看在眼裡，所以目前來講呢，他抓緊這個台灣特別是台灣有很多關鍵的產業、關鍵的產能這個是北京非常需要的。台灣第一有錢，第二有科技，第三有人才，這三樣東西呢，他拿過去呢，不要說多，不要說全拿，光拿一小部分呢。他就已經剛剛講說，不要說騰飛了，至少就現在能夠穩住腳跟了，因為他現在曉得，我們剛剛前面講得很清楚嘛。你如果說這些年來在經貿政策上、對外政策上犯了這麼多錯誤，最後結果就是你經濟承壓了，然後現在這經濟開始後退，社會開始動盪了。你要能夠穩固的一個辦法就是你就強化經濟嘛。但現在強化經濟，你沒有什麼別的路可以走，因為傾銷眼看這條路呢會被人家封掉，然後這川普的貿易戰呢還在繼續打下去，所以有些台灣人還糊塗到說我們現在趕快趁機會跟美國重談貿易協定，你別開玩笑了，別開玩笑，台灣的貿易協定好到就是各國都想來抄，現在問題你沒有這條件，只有台灣才有這麼完整的半導體產業，可以幫你打造一個科技的聚落，然後讓你這個半導體騰飛起來，讓你美國半導體騰飛起來，只有台灣有這條件，所以台灣才配談到這種東西。很多國家想學不到的了，台灣就糊塗蛋說要把這個廢掉重談，這是什麼邏輯？這我完全想不通。所以講回這個，我的主要意思就是，15.5計劃講專章講台灣呢，是因為它內外交困。因為內外交困，他實在是無路可走，想來想去，最後呢還是打台灣同胞的主意，所以才出了這麼個東西。所以我從頭到尾，我那時候看完之後，我說為什麼會有專章？其實最後核心原因呢就在這裡了。所以我想呢，這個台灣的發展呢，雖然像經濟體量比起中國是小了蠻多的，但是呢，就現在中國來講，可以說是非常關鍵所以呢，這個我們常講一句老話叫"謀我日急"這個說不定用在這個地方呢，也是這個非常的這個貼切那我想台灣呢，當然最重要就是自己要站對邊了不要站錯。然後也不要錯估自己的力量但是也不要這個對中國有過多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老師你說是嗎？我覺得這才是真台灣需要做的事情。所以這個面對中共對台灣的各種統戰作為或吸納作為呢，我們要警惕，但不用擔心了我們要警惕，然後我們要站穩腳跟。就像你剛剛說的，你看清楚國際形勢之後呢，你站對了隊呢，那後面好處無盡了。就這麼簡單。是，我想呢，這個站對邊呢是老師常跟我們提示的，這是非常重要的。那這個站錯邊，我想這個後患無窮那今天呢，非常感謝明居正老師呢來到我們節目呢，對這個15裡面呢，這個有關於台灣的部分呢，做了非常精確的這個剖析。謝謝老師。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各位觀眾。我想呢，這個未來呢，這個兩岸的這種互動呢，15呢只是一個開始，以後還會有更多的發展，我們呢也會保持持續的關注。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天的節目。那除了給我們批評指教之外呢，歡迎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我們下次再會。好，其實他們現在好像表面上這個，像這個他今天早上開了一個會，他們就講說，現在中國最強調的是，反而是它裡面的韌性。那他講到韌性了，就代表說這個日子要難過了，所以講到韌性，表示說外面壓力太大了，所以是必須要有韌性，不然就過不下去了，是這樣。所以他不是說過緊日子嘛？過緊日子是講財政問題，講經濟問題。韌性表示說，其實各方面挑戰都很大了。是，你記不記得前2年習近平講說，唯有我這邊風景獨好，是還敢講這話嗎？絕對不敢再講了，完全沒有了，完全不敢講了，而且。
現在縱使是官方要講的數字，也是成長率5%而已。4.5到5， 4.5到5，对，那他講4.5到5，其實腰斬以下，就代表說他真正有把握的可能2到3而已。对，那2到3其實已經是這個，以他現在還算是中等發達國家來講，2到3已經提早進入高原期了。對，以他來說的話，我就講，我說他如果不犯這4大錯誤，不跟美國打那麼兇的貿易戰，然後不去搞國進民退，不去收香港，不去搞這麼嚴厲的清零風控的話，他維持個8、9我不敢講，維持個6、7，我看大概不是很大的問題。你連犯4大錯誤，我說你能夠留到一半就不錯了。現在這東西吹出來，大家都知道吹出來的，因為你看老百姓的日子，你就曉得了嘛。這個很多人錢進了銀行都提不出來，然後這個工作都沒了，然後都現在又叫這個畢業生呢，1200多萬畢業生呢回鄉下創業。是，什麼叫回鄉下創業啊？就是上山下鄉，上山下鄉嘛，就是當年2026年版的这上山下鄉嘛。只不過現在換了名詞而已，現在不好叫這個工農兵上山下鄉了，叫你回家創業。學生講說，我1毛錢沒有，我回家創什麼鬼業？是。不就是這樣子了？我回家就是回去耕田而已嘛。那我何必讀大學呢？是，我當初我就留在這鄉下當泥腿子，繼續種田就算了。我就不要再來，不要讀的書，不要花這錢，別浪費這時間了。所以所有這東西呢，就是掩蓋它的經濟不良，而經濟不良呢是政策失誤，政策失誤是因為體制錯誤的，就這樣。而且我就像剛才老師說，叫大家回鄉創業，大家想你就像當年你在梁家河，那你梁家河你也只待了一陣子，你也就想回北京啊，你也沒有一輩子在梁家河，你沒有在梁家河創業成功哦。是啊，然後這個大家得記得，你最多是挑200斤不換肩而已，你沒有創業成功哦，你也沒有創業，也沒創業成功哦。今天大家有什麼條件創業成功？這東西真的不是亂開玩笑的，所以。這一早起錯全盤輸，沒辦法。是，而且像剛才有提到，我認為他們真正根本問題並不是中國人笨，是真的是體制問題。那體制問題現在又來了一個接班不確定跟權力壟斷，讓這個體制的問題更加的嚴重。以前至少2屆換人，大家還有個想望，這屆做的不好，換一個下屆看看會不會好一點。對。現在一看就是大概都不會好。就往前看，大家都不會好，因為你從過去的幾年看下來，越走越差，跟我們的預期完全一樣嘛。那個時候大概10年前，我在學校裡面就講，那時候我看大陸那些經濟走向，我說非常不樂觀。當時還很多大陸學生在那邊，我就跟他們講，他們說老師我們看不出來，我說你再往下看就知道了。我現在我們已經看見苗頭了，你們是還沒看懂，因為你們太年輕，然後你們的理論背景不夠強。我們現在實際從各方面已經看見了。那這苗頭現在就我不說一定變壞，我說如果不扭轉會變壞。就後來看見不但沒有扭轉，反而就是怎麼說呢？錯誤政策不斷的堆疊上去，那你當然變壞。那現在再加上外在因素，你把伊朗把什麼都把你砍掉的話，那這樣只會更慘。所以基本上我是比較悲觀的了。是。好，謝謝老師。哪裡？因為現在大家都蠻關心這個東西。當然了，當然了，因為他坦白說，直接間接影響到我們了。是。我們現在房價掉不下去，很多台商回來買房子。